同样是被王林辜负过的女人，一个成了白月光，一个却成了人人喊打的疯子。但你可能没想过，王林才是让柳梅变成恶魔的罪魁祸首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柳梅这个全书最悲情的女反派，到底是如何被王林一步步逼上绝路，甚至导致她连亲生骨肉都不放过的。当年的柳梅是什么段位？那是朱雀星上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，一心向道，冰清玉洁。可偏偏在幻境中，她与王林发生了一场意外。对于王林来说，那只是一场无法掌控的意外，但对于柳梅而言，却是信仰崩塌，道心被毁的灭顶之灾。王林，你坏我道心，使我意境变为千万情欲道，此仇无共三千。在残酷的修仙界，一个失去了核心资本的天骄，就像掉进狼群的肥肉，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向那个头也不会离开的男人复仇，他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恶心的怪物。他投靠了千幻星的幻家老祖，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楚，接受了换血大法。他不惜沦为老祖试探万幻天魔道的棋子，才换来了被强行灌顶到问鼎后期大圆满的修为。所以当他降临冉云星，毫不留情的准备血洗冉家、赵家、孙家时，那根本不是什么豪门立威，那是一个被仇恨反噬的绝望女人。在疯狂宣泄，更是他改换门庭后给幻家老祖交上的一份投名状，拿一整颗修真星的人命来立威。此时柳梅的心肠早就跟他的道法一样冷透了。当两人真正在星空下重逢对峙时，柳梅展现出了让人胆寒的偏执，他没有选择单纯的神通对轰，而是直接祭出了最诛心的杀招。他幻化出王林的父母，曾经的恩师旧识，甚至幻化出了王林一生的挚爱李木婉，试图从精神上彻底击溃王林。他满心以为撕开这道伤疤能让王林痛不欲生，可换来的只是王林冷冷的一句假的，随后便捏碎了所有幻象。那一刻，柳梅彻底崩溃了。他终于抛出了修仙界史上最让人毛骨悚然、最丧尽天良的底牌。那个从黑雾里爬出来的怨婴，那不是普通的法宝，那是他和王林的亲生骨肉。整整100年，他在体内生生将自己的孩子炼化。在孩子刚刚产生意识起，他就每天给他洗脑，是你爹抛弃了你，你爹叫王林。他用了100年，把一个无辜的生命炼成了一个只为咬死亲爹而存在的特工武器。这操作离谱吗？太离谱了。但面对着丧心病狂的一幕，王林的反应却成了全篇最让人震撼的反转。面对要杀自己的怨婴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没有愤怒，没有反击，而是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他收起了漫天的杀气，伸出手，任由那个怨婴死死咬破自己的手指，疯狂吸食自己的鲜血。王林痛吗？钻心的痛。但他为什么不躲？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柳梅说的没错，这一切的孽都是他王林当年种下的因。看着吸血的孩子，王林的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柔和。他只轻轻说了一句：你的名字叫王平，我希望你一辈子都平平安安。这一幕真的是把悲剧美学撕裂到了极致。我们跳出小说来看，柳梅和王林的纠葛像极了现实中那些被沉没成本毁掉的人生。柳梅悲哀就悲哀在遭遇伤害后，她没有选择及时止损，而是用一生的时间去死磕。他以为把孩子练成厉鬼是在惩罚渣男，其实是在用王林的过错囚禁了自己整整一生。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最无奈的真相就是有些情债根本论不出谁对谁错。柳梅用尽一生去恨，最终把自己逼成了魂飞魄散的疯魔，而王林认下了所有的罪与罚，用余生去照顾那个残缺的孩子。这世上哪有什么绝对的反派，不过都是在命运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的伤心人罢了。面对伤害过你的人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放过自己，还是像柳梅一样不死不休呢？